你好，你好，先生在吗？我是警察，接到邻居报案说你车在外面非法停放，常在时间。我敲你的门，发现你门还没有锁。先生，你好，先生，在吗？先生。先生，先生，是你做的对吧？根据监控显示 ，Tom 最后见过的人就是你 ，Dr. Neil。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欢笑？旧日朋友岂能相忘？友谊地久天长。友谊万岁，让我举杯，友谊地久天长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态度端正点。你他妈的再削，老子有的是办法整你。说不说？啊？说不说？他妈的，洋洋。我最讨厌这些警察了，真恶心。对了，这就是我想让你帮忙调查的案件。他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才让他在警察局待了6个小时。死者 Tom 生前是一位警察，死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 Neil， 然后就失踪了。几天后，警察在他的家里发现了被杀害的 Tom。经法医鉴定，他的手指被一根根掰断，耳朵也被割掉了一只，胃里面有非常多的水。Olivia， 你说什么样的人经历了什么样的事，才能做到虐杀警察？不知道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Neil 的嫌疑是最大的。据调查发现，Neil 和 Tom 曾经是高中同学。Tom 因为一起高中霸凌事件被迫转学，多年后还当上了警察。霸凌事件，这还能当警察？门槛这么低？可能靠关系吧。但10年前那一起高中生霸凌事件，被霸凌的对象并不是 Neil， 而是一位女生 Ruby。而 Ruby 因为长期受到霸凌，最后选择了跳楼自杀。人渣！所以，这么明显的作案动机，为什么要把它放出来？这就是想让你帮忙调查的原因。Neil他居然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你们看，法医鉴定 Tom 的死亡时间是在8月7号的凌晨1点到2点，但 Neil 的律师拿出来的酒吧监控录像显示1点到3点 Neil 一直在酒吧没有出来，所以面对这份证据，警察不得不把 Neil 释放。有意思。更有意思的是，Neil 在警车上亲口承认了犯罪，但因为这份不在场证明，还是被释放了。挑衅警察，他是有多讨厌警察？啊，Neil，这又算哪门的正义啊？你们还真是能干啊！当然，不管你们有没有打倒他们，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。首先是疼痛，接着是恐惧。该拯救的拯救不了，该惩罚的惩罚不了，这难道就是你们想要的正义吗？在折磨目标的时候，要让目标保持意识清醒。
要让目标意识到恐惧的存在，这样才能问出想要的讯息。就这样吧，上。嗨，这件事已经不只是你姐姐的事了，我已经停不下来了。警队的秘密部门其实是秘密的提供庇护吧？账本现在在我手上，我要让所有人看看，这就是他们相信的警察，相信的正义。牺牲下层来稳定上层，为了维护正义而必须存在的恶，这不就是我的正义吗？剩下的事情与你们无关，你们可以离开了。我已经在警察总部和车里安装了炸药，只要我按下按钮，所有的罪恶就会被清除。这就是我的计划。啊，我们不是盟友吗？这样你会把自己也炸死的。他办得到的，毕竟他现在只是活在阴影里的人了。这就是命运啊！我来告诉你，1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救救我！你们猜的没错，账本在我这儿，但是我不要，我愿意帮助你的。你的故事还真是感人呢，可惜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救我！仆你個街！现在插播一条紧急快讯。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表示，9月30日23时许，位于黑水市马尔德吊桥的凶杀案已有初步调查结果。男性，27岁，别名 Dr. Neil， 并且根据警方反黑组所述 ，Dr. Neil 还与近期几起杀警案和爆炸案有关，属于高度危险人物。现在警方正式发布全程追击Olivia 的事，对不起。我现在别无选择，你们想要的账本就在那个停车场，当然你们可以选择不相信我，但我也顺便提醒一下正在窃听我的反黑组组长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祝你们各自好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Leo是怎么做到的。Ruby 的弟弟真的希望看见你这样吗？自首吧，Neil。就算你炸掉这里的一切，你的内心也无法平静的。如果只是为了复仇，你就要一个人扛下所有的罪孽，到那时你又怎么陪在他弟弟的身边？毕竟他已经没有亲人了呀。如果我去自首，这些渎职警察只会庆祝他们的胜利。10年前 Ruby 的死没人审判，10年后就由我来审判。什么叫为了维护正义而必须存在的恶？你给我去吃一辈子牢饭吧！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有圆满的结局。不过，如果我现在让你连同那些无辜的警察一起炸死的话，那奥利维亚的牺牲又算什么？他已经不能再为自己发声了。难道他想看你把那些无辜的人一起炸死吗？这又算哪门子的正义啊？那就让我们一起去地狱道歉吧。你办得到吗？如果你们还不走，我会动手。不，如果你真的是无药可救的人渣，我也不会相信你的话来到这里。收手吧，Neil。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。Alex， 拜托你先不要出手。上，你和 Leo 说的我都明白，但你们两个有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吗？同学们知道什么是第三人效应吗？所谓的第三人效应，就是指当一件事发生在大家的面前，但大家都选择袖手旁观，没有一个人冲上去解决这件事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在想，如果只有我冲上去，大家没有，好像有点太难为情，或者又觉得如果只有我出了事，谁负这个责任？
最后没有一个人出来解决这件事。校园霸凌就是这么产生的。但一群企鹅跳入海之前不也是唯唯诺诺的吗？但是只要有一只企鹅率先跳了进去，其他的企鹅就会跟着一起跳，这就是所谓的领头鹅效应。当然，领头鹅效应有的时候也无法拯救所有的人。如果出现了这些无法被拯救、无法被保护的人，就由我来保护。